又谁不好了？礼部尚书家的儿子，还是兵部侍郎家的那个倒霉蛋？都不是，是国公府来人了。来就来呗，又不是来抄家，是来退婚的。退婚？退谁的婚？小姐您的。我什么时候有婚了？奴婢才知道。奶奶，是娘对不起你。娘，先别哭，你哭的我像已经被休了一样。更贴呢？这东西什么时候送出去的？你3岁那年。我3岁，我那时候连糖葫芦都拿不稳，我爹就把我许出去了。你爹和国公爷喝酒，喝高兴了，就说两家亲上加亲。定的是谁？我家世子顾今朝。正是。哦，京城第一纨绔配京城第一恶女，倒也。孟小姐，我家世子年少不懂事儿，怕误了小姐终身，所以特意让老奴过来。等等，他自己怎么不来？世子说什么？说怕见了小姐被小姐打出去。他倒挺有自知之明。奶奶，这婚事虽然突然，可被人退婚总归不好听。娘，一个斗鸡走狗、流连风月场、赌坊输3000两，纵马踩摊子还踩2遍的纨绔，有什么好稀罕的？他想退就退，金提留下，人可以走了。谁稀罕谁，还不一定呢。顾今朝，孟红，你就是那个纨绔，你就是那个恶女。名声挺响。我是来退婚的，门在那边，慢走不送。但看了你一眼，我改主意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这婚不退了。夫人，脚劲儿挺大。谁是你夫人？迟早的事儿。世子，不好了，老夫人晕过去了，老国公说要打死您。孟红，明天我再来。你敢来，我敢打。那就看你追不追得上。世子，你睡着没有？闭嘴，扶我起来。小姐，这世子是不是脑子不太好？正常的，敢娶我？也是。奶奶，那这婚你不是嫌他玩物吗？纨绔是真的还是装的，得试过才知道。小姐想怎么试？他明天不是还来吗？来一次打一顿，打到他说实话为止。小姐，他来了。谁？顾世子。带棍子了吗？啊？他昨天说要来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来一次打一顿。不至于吧，夫人？大清早的，火气这么重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岳母让我进来的。奶奶，顾世子一早就来了，还特意给你带了城南那家的桂花糕，你不是最喜欢吃吗？排队买的。排了1个时辰。顾世子刚才还说他最近在读书呢。读书？他说在读《孙子兵法》，你看他多少？你？我怎么了？你认识孙子吗？奶奶，不许胡说。认识，不仅认识，还知道兵者，诡道也。你看人家多上进。娘，我想和顾世子单独说几句话。好，好，你们说，你们慢慢说。楠楠，不许动手。石凳凉吧？还行。装。彼此彼此。再吃一块。少来这套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娶你。顾今朝，你昨天摔坏的是腿，不是脑子吧？孟恒，我没疯。那你就是嫌国公府日子太安稳，想找个人给你送终。我说了，我想娶你。理由？因为你不是恶女，我也不是纨绔。你再说一遍。我是纨绔，你是恶女，都是装给别人看的。8岁那年，你挠花御史家公子的脸，
京城传的是你蛮横无理，可没人说是他先扯散了你的辫子。小孩子打架而已。真的是小孩子打架吗？那时候，他爹御史王和正在弹劾你外祖父。11岁，你推倒蜡烛，烧了郡主的裙子，人人说你恶毒。你查我？我看见的。你看见什么？我看见他当着满院子的人骂你娘是田房，骂你外祖父是卖布的破落户，也看见你娘站在旁边，脸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15岁，兵部侍郎的儿子被你一脚扫进海廷河，京城人笑了3个月，说你泼辣，说你嫁不出去。难道不是？那天他在酒楼骂女人不该出门，确实该踹。可真正让你动手的，是他爹周庸正在参你表哥贪墨。顾今朝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是一类人。我和你？对。我装恶女是为了护我娘、护我爹、护孟家，你装纨绔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活着。我15岁开始装纨绔，装废物，装到满京城都以为我烂泥扶不上墙。为什么？因为国公府不缺聪明人。我上面有个嫡出的哥哥，下面有个庶出的弟弟。大哥13岁骑马伤了腿，所有人都说是意外。不是。马鞍被人动过。查出来了？没查出来，所以才更可怕。14岁那年，我弟弟差点被人下药害了，若不是我娘发现的早，灌下1碗苦汤催吐，人早就救不回来了。也是意外。国公府最不缺的就是意外。从那以后，我娘就让我装。我娘这些年被困在后院，连生病都不敢请太医。我若再装下去，她会死。所以你找我？是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够狠。这话不像夸人。就是夸你。孟恒，满京城都怕你，你知道是怎么让人闭嘴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动手，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让别人以为你手里有刀。你倒是会挑人。我挑了很久。多久？10年。你装了10年，不累吗？每次你被你爹罚跪，你娘躲在门外哭，你真的不委屈吗？顾今朝，你越界了。抱歉。好，你想合作可以，但我有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婚可以成，事成之后和离。行。第二，我娘当年受过的委屈，你帮我查。可以。第三，御史王和、淑妃、兵部庶郎周庸这3个人，我要他们付出代价。原来你早就记着。我只是懒得说，不是忘了。别骗我，我这人最恨被人骗。你要利用我可以，你要算计我也可以，但你若敢拿我娘、孟家或者我身边的人当棋子，我先废了你。孟恒。你这样我更想娶了。成交。不握一下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你踹我的时候怎么不说男女授受不亲？明天我再来。别来了。那后天？也别来。大后天呢？你再吵，我现在就让小满拿棍子。小姐，您怎么还没睡？小满，去查3个人。谁？御史王和、淑妃、兵部侍郎周庸。小姐，怎么突然查他们？不是突然，那是时候了。小姐想做什么？报仇。奴婢明白。小满，小姐，再派人盯着顾金正。小姐，外面那些人太过分了。
又说我什么了？说您嫁进国公府，不出3个月就会被休。哦，还有人开了赌局，赌您1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被休，赔率最高的是1年，1赔50。小马，奴婢在。拿我的私房钱去押1年。小姐，他们都敢拿我的婚事赚钱，我为什么不赚？奴婢这就去。哎呦，今日是大喜的日子，哪有新娘子让丫鬟去压自己不被休的？嬷嬷，你压不压？现在去还来得及。快看，京城第一恶女出嫁了！也不知道顾世子撑不撑得过洞房夜。我赌他今夜就把世子打出来。急什么？小姐，他们欺人太甚。小姐，还是您厉害，省点力气，晚上还有硬仗。小姐是说洞房，我是说国公府。夫人，小心门槛。你最好也小心点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别紧张。我没紧张。那你手怎么攥这么紧？凤冠太沉，我想拆了砸你。送入洞房。小姐，世子会不会喝醉？最好醉。为什么？醉了好问话。夫人，久等了。顾今朝，你到底是谁？别拿京城第一纨绔那套糊弄我。你拜堂时的步子，敬酒时的手势，刚才进门的呼吸，都不是一个草包该有的样子。夫人观察得这么细。我不细，早被人算计死了。我是你当年从巷子里救出来的那个孩子，不记得了？巷子，城西那条破巷子，雨后全是泥。你路过的时候，鞋都脏了。有个人被欺负，那人缩在墙角，连还手都不会。你？我？不可能，那孩子又瘦又小，脸上全是泥，头发还扎着小辫子。你那时候不是个丫头吗？我是男的。你扎辫子？我小时候身子弱，我娘怕我养不活，才把我当女孩养。孟恒，所以京城第一纨绔小时候是个扎辫子的小姑娘。是小公子。哦，小姑娘公子。你再小，我就走了。走哪儿？书房。顾今朝，你娶我到底是为了报恩，还是为了合作？不全是。还有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城南最热闹的街口，3进铺面，带后院。定金？谢礼。谢我救你？谢你救了我，也谢你这些年没真的变成他们口中的恶女。你8岁打御史家的儿子，我在；你11岁烧郡主裙子，我也在；你15岁把周庸的儿子踹进后庭河，我就在对面茶楼。你一直盯着我？不是盯。那是什么？是确认。确认什么？确认当年那个敢冲进巷子救人的孟恒还在不在。孟恒，你不是恶女，你是这京城里最清醒的人。话说的这么好听，是想让我替你卖命？是。谢礼我收了，合作明天再谈。那今晚呢？你睡地上。地上凉。那你去书房。新婚夜去书房，明日全京城都会说我被你赶出来。这不是正好？你继续装顽固，我继续当恶女。
说，你当年为什么救我？不记得了。这么敷衍。可能看他们不顺眼。那你这些年看几个人顺眼？没几个。那我呢？睡觉。看来我还得努力。你抖什么？小姐，今日要给老太太敬茶。听说老太太最重规矩。重规矩好。好在哪儿？越重规矩的人，越怕不按规矩出牌的人。小姐，您今日不会又动手吧？看他们懂不懂事。孙喜给老太太敬茶。好孩子，进了国公府就要守国公府的规矩。你从前在孟家如何，我不管，可从今日起，老太太，您的手抖得厉害，要不要请太医来看看？年纪大了，身子要紧。孟氏，你这是在咒我？孙喜不敢，只是昨日夜里，世子给我看了份名单，孙琦看见上面有些名字和今日屋里的人挺重合的，一时替老太太担心。什么名单？老太太想看。小姐，您刚才说的名单真的有吗？没有。没有？国公府这种地方，不怕你手里真有东西，那怕什么？怕你让他们猜你到底有没有东西。所以小姐刚才是在吓他们？不是吓，是请他们自己心虚。那让奴婢查的3个人有消息了。说，御史王和当年参外祖父的奏折可能是假的，只是时间太久，证据不好找。继续。淑妃那边和国公府2房有来往，具体是什么暂时没挖出来。2房？是。周庸呢？他卖官的事坊间传得很久，只是没人敢告。王和要证据，淑妃要线，周庸要人证。奴婢明白。还有2房，小姐怀疑2房。今日2夫人脸色变得太快了。她怕名单。她怕的不是名单，那是什么？怕有人知道她做过什么。老太太掌权多年，喜规矩，忌反骨。2夫人笑面刀，手里不干净。顾明珠2房嫡女，温柔是假，心毒是真。你写的挺客气。怕你看完直接提刀。顾明月4房庶女，表面温顺，实则受制2房。受制？小姐，门口跪了个姑娘。说曹操，曹操到了。你就是顾明月。嫂嫂，明月给您请安。请安要跪在门口。嫂嫂若不原谅我，明月不敢起来。原谅什么？昨夜4房那边有人传说小姐是不祥之人，可父可亲，嫁进来会给国公府招灾。你说的？不是明月。那你跪什么？顾明月，我数3声，你若不说实话，我就让人把你扔出去。1、2。是三姐姐，是顾明珠让我来的。她说只要我跪着求嫂嫂原谅，嫂嫂就会心软，以后就会护着我。她倒是会替我安排。嫂嫂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起来，扶她。回去告诉顾明珠，她送的人情我收到了。嫂嫂不罚我，你被人当刀使，我罚刀有什么用？小姐，您就这么放他走？放他走，才有人急。嫂嫂，昨日明月不懂事，我替她赔罪。赔罪？是。
那跪吧。嫂嫂说笑了，我没说笑。你让顾明月跪，是想看我心软不心软。现在我告诉你，我不心软。嫂嫂误会了，我这个人名声不好，最不怕误会。顾明珠告状了？不是他。那是谁？顾明月，他昨夜高烧，今日还没退。带路。嫂嫂，躺着。嫂嫂，我不是故意跪在你门口的。我知道。二婶说，若我不听三姐姐的话，就把我娘卖到窑子里去。小姐，顾明月的生母原是府里的丫鬟，生下她就被打发出去，后来人落到二房手里，一直被拿捏。你这些年做绣活，是为了给你娘送钱？可我赚的少，二婶说我若不听话，她就断了我娘的药。从今日起，谁再让你跪，你就来找我。嫂嫂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叫我一声嫂嫂。谢谢。谢什么？明月是我妹妹，我却护不住她。为什么不护？我一护，老太太就知道我在意她，到时候她只会被搓磨得更狠。顾今朝，你以前没法护的人，以后我护。反正我恶名在外，不差这一桩。夫人，你这把火烧得比我想的快。这才刚开始。你当年为什么被人堵在巷子里打？偷钱。你偷钱？我娘病了，没钱抓药，我偷了御史家小公子的钱袋，被他们发现了。后来你来了。再后来呢？再后来，我娘吃上药，活下来了。所以孟恒，你救的不只是我。睡觉。红儿，又怎么？我冷。活该。嫂嫂，老太太请您过去说话。说什么？祖母没说，只说让嫂嫂一个人去。怕什么？国公府又不是龙潭虎穴。嫂嫂胆子真大。你胆子也不小。孙喜给老太太请安。孟氏，我听说你最近很活跃。孙熙刚进门，总得认人。认人认到四房去了，还认到一个庶女头上去了。四房也是国公府的人。哼，四房那个女人也配让你叫婆婆？她是世子的亲娘，一个妾室。老太太，世子叫她娘，我跟着叫，不为过。你是在教我管家？不敢。我看你敢得很。在国公府，我就是规矩。老太太说的对，在国公府您就是规矩，可出了国公府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随口问问。年轻气盛，我懂。既然不懂规矩，就去祠堂跪着，跪到天黑，好好想清楚。你还不去？孙喜想问一句，问，跪祠堂是国公府的规矩，还是老太太您的规矩？若是国公府的规矩，孙喜该跪；若只是您的规矩，回去。祖母，我说回去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老太太真让您走了？她不是让我走，是她不敢留。城南铺子怎么和你给我的那张一模一样？这一张是老太太给的。赔罪？押金。
他怕我。说，20年前我亲祖母的死不是病故，是老太太。是，她是继室，她进门前已经有了孩子，她要让自己的儿子站稳脚跟，就必须除掉我亲祖母留下的痕迹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5年前，我娘告诉我的。为什么不揭发？没有证据。20年前的人死的死，散的散。老太太敢坐在正院里讲规矩，就是因为她笃定没人能把她拖下来。给我3天。20年前的事你也敢查？人死了，账本未必死；东西没了，人心未必没了。这是什么？老太太自己看。当年那个大夫的后人还活着，他家里留着收银凭证和药方底稿。老太太，您运气不好，这东西被我找到了。你想要什么？孙媳不想要什么，只是想问问您，这20年夜里睡得安稳吗？这封信我先替您收着，您什么时候想清楚了，顾三姑娘站稳了，2房的风还没开始吹呢。办妥了？办妥了。恒儿，谢谢。别急着谢，你娘的苦还没讨回来。老太太病了，消息传出来那日，三夫人亲自来了我院里。侄媳妇儿，这是上好的料子，给你做衣裳。三婶有心。老太太最近身子可好？挺好，就是天热，胃口差些。年纪大了，是该静养。三婶想问的是老太太的身子，还是国公府的风向？别怕，我随口问问。小姐，3房是来探口风的。探就探吧，会看风向的人至少比不会看风向的人活得久。三婶聪明。怎么个聪明法？老太太事大的时候，她孝敬老太太；现在你事起来了，她来孝敬你。我有什么事？你有我。你算什么事啊？我堂堂国公府世子，未来国公爷。一个睡地上半个月的世子。夫人，你什么时候让我睡床？等你什么时候不装纨绔？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慢慢等。顾今朝，冷，活该。嫂嫂，我自己做的，您尝尝。比上次好，我娘教我的。她说红枣糕补气血，女子吃了好。你娘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嫂嫂替她赎了身，她现在住在城南小院里。她说等身子养好，就开个针线铺。那就好。嫂嫂，这个给您。什么东西？我娘在2房当差10年，偷偷记下来的。银两、人名、官职、日期写得清清楚楚。她为什么记这个？我娘说，在2房那种地方，不记点东西，哪天死了都没人知道为什么死。买官、放贷、收贿，逼死人命。还有淑妃的名字。替我谢你娘。嫂嫂，这些有用吗？有用。能救人吗？能。
也能报仇吗？能把二房连根根拔起。这是顾明月他娘寄的。10年，他在二房手里熬了10年，所以二房不能轻放。你做什么？恒儿，我欠你的，这辈子还不完。谁要你还？不只是合作了。那是什么？等我把我娘安顿好，再告诉你。随便你。这些事办完，你想做什么？他一辈子困在京城，我想让他看西湖，逛苏州园子。然后呢？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开间茶馆，卖字画也行。你的字能看？我小时候练过。吹牛。明日写给你看。你呢？开铺子。城南那间？卖糕点、糖水、茶果。我去捧场。你别来，你一来，客人都跑了。王和、淑妃、周庸，查的怎么样？你还记着？当然记着。王和当年诬告你外祖父，证据找到了。周庸卖官，证据不缺。淑妃和二房往来密切，你嬷嬷当年的死也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什么时候动手？等二房的事落地。好，一个都别放过。账本在我手里放了3天，第3天夜里，顾今朝来找我。恒儿，账本给我。你要怎么用？进宫，递折子。只滴二房，淑妃、王和、周庸呢？你想一起办？顾今朝，活着回来。遵命。小姐，您怕吗？怕。怕他失败，怕证据不够，怕皇上不信，也怕这些人还有后手。那小姐为什么还让世子去？因为有些账拖久了就会烂。怎么样？办妥了。二房贪墨案，皇上批了。二老爷革职查办，二夫人禁足佛堂，二房家产充公。淑妃呢？淑妃与二房勾连，指使旧事，证据确凿，皇上降她为嫔，禁足3年。王和，御史王和当年诬告你外祖父，案子翻了，皇上下旨为你外祖父平反。周庸呢？卖官鬻监，革职流放。小姐，外祖父的冤平了。恒儿，你的仇报了。顾明珠呢？你还记得他？他如何处置？二房倒了，他再犯不出狼。二夫人被禁足，二老爷被查办，老太太自身难保。前2日，二房把他定给外地一户人家，嫁妆只能从他私房里出。走了就好。你不恨他？他只是蠢。他害过你。他最大的错是投错了阵营。你这人狠的时候真狠，软的时候也真软。我什么时候软了？顾明月，他叫我嫂嫂。二房倒台后，老太太病了一场，府里人议论纷纷。有人说老太太气急攻心，有人说二房倒得太快，她撑不住。世子夫人，老太太请您过去。
老太太身子好了。老太太说有些话想和夫人说。坐吧。你赢了，二房倒了，淑妃倒了，王和倒了，周庸也倒了，你想要的都拿到了。老太太叫我来，不是为了夸我吧？国公府中贵，管不动了，以后这个家你管。老太太想用钥匙换那一封信。你果然聪明。不是聪明，是见得多。20年前，他死的时候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姐姐，替我照顾好孩子。”我答应了，可我没做到。您不是没做到，是没想做。这句话您该去跟四夫人说，不是跟我。钥匙我收下，等您亲自去四夫人面前，把该说的说清楚，我再考虑。你非要我低头？不是低头，是还债。恒儿，这不合规矩。娘，国公府从前的规矩不合人情，以后咱们换一套。今朝知道吗？他知道。他怎么说？他说夫人英明。老太太，这些年是我对不住你。进去吧，你等这句话等了很多年。今朝我也对不住你。这句话你应该早说20年。小姐，您不进去吗？这是他们家的伤口，让他们自己合上。国公府的中费交到我手里后，府里人终于明白一件事，我不是来当乖顺世子夫人的，我是来重新立规矩的。夫人，这是上月才买账。这猪肉1斤3两银子。回夫人，是上好的肉。什么猪？吃金子长大的。从今日起，府里所有账重查。夫人，这会不会太大动干戈？不会，你若觉得大，可以去佛堂陪二夫人。奴婢这就去查。好笑？不好笑。那你笑什么？我就是觉得国公府终于像个能住人的地方了。嫂嫂，这是新方子，您尝尝。这个可以卖。真的？真的。前厅卖糕点，后院做糖水，你负责点心方。我？可是我不会管铺子，不会就学。嫂嫂，我能行吗？顾明月，你不是谁手里的棋子，你会做点心，会刺绣，会记账，还会忍。这样的人凭什么不行？那我算什么？师傅。不是伙计？不是。还是股东？股东是什么？赚了钱分你一份。嫂嫂，我一定好好做。你把我妹妹拐去当伙计了？不是伙计，是师傅。还有呢？股东。股东又是什么？就是赚了钱有他一份。恒儿，你对我家人比我对他们还好。少说这种话。那铺子算我一份。你？我出钱。你哪来的钱啊？京城第一纨绔不是赌场输3000两吗？装的。
那你到底有多少钱？顾今朝，够你开10家铺子。你这个人到底藏了多少事？不藏了，真的？真的。那你之前说等事情办完要告诉我一件事，现在能说了吗？顾今朝，说吧。孟恒，我喜欢你，不是因为你救过我，不是因为我们合作，也不是因为你替我查清旧事。那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你。你打人的时候我心跳快，你骂人的时候我觉得好看，你嗑瓜子的时候……嗑瓜子怎么了？像只松鼠。顾今朝，我说真的，你才像松鼠。恒儿，这次不是合作，也不是算计，你要是不愿意，我明日还睡地上。地上凉。夫人这是心疼我。你再废话就滚下去。梦涵，那你呢？顾今朝，我也喜欢你。怎么，不信？信。夫人，合作愉快。顾今朝，以后别叫合作，那叫什么？同谋。好。恶女配纨绔，谁也别嫌弃谁。